这是我见过最嚣张的劫匪。他们抢完印钞厂竟然不走，反而站在大门前按响了报警装置。难道劫匪是想跟人质同归于尽吗？一旁的大叔都看傻了眼。可从对方的手段来看，这很明显是一伙训练有素的劫匪。原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抢钱，而是要在印钞厂里印钱。当门外响起警笛声，女主东京拿起钱袋闯到门外，和迎面驶来的警车开始激烈的交火，然后假装不敌扔下钱袋撤回屋内。他们就是要让警方以为自己成了瓮中之鳖，实则是依靠人质和警方拖延时间。人质中还有一位大使的女儿，这让警方不得不注意影响。为了不让事情进一步扩大，他们决定派特警强攻。总之必须得把人救出来。然而这一切都在教授的意料之中，他让队员给人质换上和他们一样的红色制服，统一服装后再戴上面具，一人分了一把假枪，然后来到大门前准备迎敌。特警用电钻在大门打开一个小孔，接着利用观察镜查看里面的情况。结果大堂里的一幕让他们震惊了。此时想要强攻的计划已经泡汤，除非他们不在乎人质的死活。一旦大使的女儿出现意外，那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国际影响，这让警方不得不终止行动。然而这才只是双方博弈的第一战。与此同时，印钞厂里的机器正在24小时不停运转，他们让工作人员加足了马力，以每小时800万欧元的速度进行生产，而他们的目标是24亿欧元，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丰厚的时薪。每个劫匪的脸上都无比兴奋，一旦成功，他们不仅会创造历史，甚至可以提前步入退休生活。至于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，还要看他们的计划顺利与否。很快，警方的负责人金姐扛不住压力，率先联系到里面的劫匪。接电话的是开了变声器的教授，无论金姐如何询问，都摸不清对方的意图。他也是头一回碰到这种案件。劫匪不要钱也不要交通工具，只是和警方单纯的对峙。教授甚至问他今天穿的什么衣服，金姐一脸懵逼。果然林子大了，什么劫匪都有。郁闷的他来到酒馆消愁，刚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却发现手机没电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男人问他需要帮助吗？金姐却不知道，眼前的男人正是让他头痛欲裂的劫匪。为了稳住人质的情绪，劫匪带着他们来到天台放风。众人一出现，特警们纷纷蒙圈，因为人质和劫匪穿着打扮几乎一模一样，而且人手一把武器，根本无法辨别身份。不料一名人质看到对面的特警，以为这是一次绝佳的逃生机会，他竟然拿着假枪对准了劫匪。两人为了给他一点教训，直接跪在了地上，把人质逼上了绝路。警方这边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还以为是劫匪要处决人质，结果一声令下，人质被放倒在地。可当面具掉落的一瞬间，才明白这就是个圈套。这下麻烦了，劫匪立刻把消息放给了媒体，一瞬间引起轩然大波。但好在不是致命伤。金姐立刻联系教授，她要派医护人员进去救人。不想搞出人命的教授当即便答应下来。当然，他还有另一个目的，警方派人进去救援，必定会搞小动作。他索性将计就计，把主动权握在手中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进去的医护人员混了一位金姐的副手，因为他在监控里看到过这人的身影。教授一看乐坏了，他连忙通知队员。Uno de los sanitarios es un policía infiltrado. ¿Cuál? El de las gafas. Sabes lo que hay que hacer. Perfectamente, vamos a ello. Berlín. Tiene que ser un puñetero trabajo de orfebrería. Lo sé. 随后，柏林让医生交出所有私人物品，并要求他们趴在地上接受检查。劫匪则在副手的眼镜上开始打孔，接着嵌入一个微型监听器，再将眼镜恢复原状。做完这一切，便将眼镜还给了副手。当他们给受伤的人质做完手术，刚转过头，几人纷纷被吓了一跳。副手暗道大事不妙，因为他们已经派来2名伪装好的特警进入管道，可对方明显识破了他们的计谋，清一色换上了另一种面具。这也意味着特警一旦进来必死无疑。出来后，副手连忙跑回指挥室，及时终止了本次行动。在双方第2次的博弈中，教授再次略胜一筹，而且通过副手眼镜上的微型监听器，他对警方的动作可以说了如指掌，这也为他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去印钞票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团队竟公然违反了他立下的第1条禁令，那就是不能有人质死在他们手中。而东京因为柏林殴打小男友，他拿着武器胁迫柏林将此事告诉了教授。He incumplido la primera norma del plan. He matado a un rehén. Bueno, no yo, sino Denver. Pero eso es lo de menos. Dígame si lo ha hecho cumpliendo estrictamente mis órdenes. He preferido contártelo yo personalmente. 教授被气得浑身发抖，因为他在布一盘大棋，而柏林今日所做的，将他20年心血毁于一旦，这让他如何能忍？这也为他日后设计陷害柏林做下坚实的基础。与此同时，警方这边也有了重大突破。他们在印钞厂几天前的监控中发现了东京过来踩点的身影，并看到他放在盘子里的车钥匙，于是迅速锁定了他的车子。教授还没从队员杀害人质的事情中缓过神，又听到警方发现了他们的车子，那里面有所有队员的指纹。他当即便打给销毁车子的大胡子，得知大胡子并没有处理指纹，教授连忙赶往报废厂，可还没找到车，就被拿着锤子的厂长发现。情急之下，他躲进车子，厂长看到后并没有揭穿他。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远，他重重地舒了口气。然而下一秒，车子被抓钩机抓到天上，然后在空中一顿翻滚。玩了好一会儿，厂长才将他放出来，接着给了他5个数的时间离开这里。Yo contar sí y soltar perro. Dividir dioses. ¿Entiendes? Vicky. Sí. Va. Aquí.
得出来，这个厂长还是很讲道义的，并没有对他下死手。逃出报废厂，教授这次学聪明了，他拿着钳子剪断铁丝网，再次进入报废厂，很快便找到了目标车辆。随后戴上头套和手套，拿着氨水在车里一顿狂洒，接着仔细擦拭所有可能沾到指纹的地方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拿出队长柏林的纽扣放在了车里，这也算是给他的一个惩罚。因为在行动之前，他305声我们行的是正义之事，千万不可搞出人命。可队长柏林为了杀一儆百，命令丹佛对女人志痛下杀手，违反了自己的禁令。然而他却不知道，丹佛并没有对女人志下手，而且还把她藏在了隐秘之处。但这都是后话。就在这时，警车呼啸而过，教授连忙低下头，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拿起背包就跑。情急之下，他钻进一辆面包车，拿出剪刀将衣物撕毁，再用泥土裹满全身，最后用铁丝捅破鼻孔。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计划，他对自己下手可是够狠的，这样即便是遇到警员盘问，也不会把他这副英俊的形象跟劫匪联系到一起。看到对方还不想放心，教授直接尿了裤子，看得警员连忙让路。这边金姐找到了那辆车子，可他却发现里面刚刚被人清理过，还在副驾驶发现了那粒纽扣。联想到刚才的流浪汉，他立刻追了出去，但教授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双方第3次交手，以警方再次败北告终。虽然侥幸逃脱，但现在厂主正一点一点描述他的长相。警方通过技术处理，眼看就要拼出教授的肖像。监听到一切的教授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，于是通过网络查到厂主的相关信息，看到对方的老婆孩子身在国外，一个计划浮现在他的脑海。教授来到大街上，趁警员去喝咖啡的功夫，他悄悄潜入警车，拿起警用对讲机开始威胁厂主。听到这儿，厂主连忙将快要拼完的画像全部撤销。金姐整个人都麻了，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被中断，但她也不是毫无收获。金姐现在可以肯定自己身边藏有卧底。为了尽快结束这起抢劫案，金姐只能从那粒纽扣下手。他们在上面找到一枚指纹，发现了目标人物正是柏林，于是将这个信息报给了媒体。他们表示柏林不仅是个劫匪，其身后还有一个人口贩卖组织。看到新闻如此报道，这让一向爱惜名誉的柏林勃然大怒。可他并没有脑残到和警方出去火拼，因为这跟24亿欧元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。看到对方没有中计，金姐又审问他曾经的狱友，意外得知柏林的寿命只剩半年，并且在长期服用一种药物。随后他们迅速锁定了几家药店，为了防止内鬼泄密，金姐直接对副手下达了命令，让他独自一人去拿回账本。可当副手赶到药店时，竟然又晚了一步，劫匪已经先他一步拿走了所有账本和购买记录。他连忙打给金姐，可他突然意识到，此事只有他和金姐2个人知道，也就是说，他们2人之中有一个必是内鬼。与此同时，印钞厂正以每小时800万欧元的速度进行生产，现在可以说时间就是金钱。教授为了拖延时间，让队员立刻实施 B 计划。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混淆警方的视听，误以为他们在处决人质。果不其然，警方的负责人金姐打来电话，为了确保人质存活，她想亲自进入印钞厂查看人质情况。教授当即便答应下来，殊不知这都是他拖延时间的手段。随后，金姐走进印钞厂，队长柏林贴心的给他倒了杯咖啡，但他并没有把人质聚到一起，而是让人质一个接一个的走出来面谈。他们现在每耽误金姐1分钟，就会有数以万计的欧元进账。就这样，67名人质足足用了金姐半天的时间，而他们又凭空增加了数千万欧元的收入，确定了人质安全。金姐回来后和副手大吵一架，因为药店的事只有2人知道，不是自己那就是他了。副手当即就怒了，他表示我一生忠心耿耿，亏我还如此深爱你，你怎么不怀疑你那个小白脸？他口中的小白脸正是教授。自从金姐和他见了1次面，他便对自己毫无兴趣了。随后副手为了自证清白，直接来到教授的住处，他怀疑此人有问题，于是趁教授不注意顺走了他的勺子，再送到检验科匹配，果然让他查到重要线索，勺子上的指纹竟然和警车上的一模一样。副手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也就是说，教授就是劫匪中的一员。副手得知这一消息乐开了花，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继续当金姐的舔狗了。他当即便给金姐打去电话，殊不知他的女神正躺在教授的怀里。警方负责人和劫匪头子竟然搞到了一起，金姐为了不被人打扰，手机还开了静音。副手始终打不通金姐的电话，情急之下一个不注意出了车祸。这部剧可能只有他最惨了，女神在别人怀里喜笑颜开，自己却为了自证清白身负重伤。心里再次奉劝各位当舔狗要谨慎。这边教授的危机暂时解除，另一边印钞厂里却出了问题。本来人质以为他们抢了钱就会走，可劫匪拖来拖去，到现在已经快过去3天了，终于有人受不了了，他们无法忍受像老鼠一样生活。
每天干着活还要被劫匪羞辱，而且这样的日子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。于是厂长纠结同伙准备密谋造反，但面对劫匪密不透风的看守，他们真的能够成功吗？一个男人听了厂长的话，他用胶带把工具绑在了身上。劫匪们还不知道危机即将来临。回来后，厂长找了个理由支走大胡子，剩下的几个人则用工具打开了手铐。当大胡子再次回来，直接被人质一铁棒放倒在地。随后他们带上武器一路逃亡。看到大势已定，厂长连忙去寻找卷发妹，看来这又是一个舔狗。然而当他打开门的一瞬间，脑袋瓜嗡嗡的，自己的女神竟然和劫匪搞到了一起，这让厂长如何能忍？他提出要和丹佛单挑，可他臃肿的身体如何干得过身强力壮的丹佛？在单方面的碾压下，厂长为了不挨揍，竟然把人质要跑的消息告诉了他。丹佛知道大事不妙，连忙赶回去通知队友。此时人质已经穿越泄火区赶到出口，刚和金姐共赴巫山的教授也在监控中发现了这一幕，可现在想阻拦却已经来不及了。为了及时止损，他们连忙运了一块钢板堵住缺口。警方发现他们的意图，立刻下令开火。在强大的火力下，钢板很快就支撑不住，一名劫匪当场中枪倒地。随后，警方组织突击队向里面推进，眼看他们越来越近，好在女主东京及时拉来一挺重机枪，在队友的掩护下，她火力全开，打得突击队四散而逃。只是几秒的时间就被他打出一片真空地带，队友趁机抬起钢门堵住缺口，再用支撑柱和地面做了个三脚架，这才暂时解除了危机。随后丹佛给教授打去电话，问他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他们，因为所有的监控都在他眼皮子底下，可他们却不知道，刚刚教授在和金姐共赴巫山，险些误了大事。事后人质发现他们遭受挫败，决定团结起来，不再受他们摆布。然而这一幕教授早有预料，现在想要重新掌控局面，只能靠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利益，唯有利益会将人们变得无比团结。于是劫匪给人质开价100万，只要配合他们度过接下来的几天，每个人质都会获得100万欧元。刚刚叫的最欢的几个人，连考虑的时间都不用，当即便答应下来。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现在所有人质干劲十足。与此同时，警方负责人金姐回到指挥室，看到副手眼睛上的微型监听器，瞬间想通了一切。她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副手。另一边，金姐的母亲一直联系不到女儿，于是把电话打到了教授这里。她表示自己有重要的事情告诉女儿，让教授帮忙转达一下。结果不听不知道，一听吓一跳。副手昨晚不光给金姐打了电话，还把真相告诉了金姐的母亲。教授听到彻底蒙圈，因为一旦让金姐知道，必然会猜到劫匪就是自己。教授犹豫了，他制定了不能杀人的禁令，因为他认为自己行的是正义之事。可现在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他又不得不对女友的母亲下手。思考再三，他来到金姐家登门拜访。面对准女婿，老母亲很热情。教授趁他给自己煮咖啡，将一瓶毒药倒在丈母娘的杯子里。可当他和丈母娘唠嗑时，意外发现她患有老年痴呆，很多东西都要靠字帖来记。想到这儿，他一把打翻丈母娘的杯子。Discúlpeme, se me ha caído. Es que con los años nos volvemos de torpes. Discúlpeme. 随后，教授将他记载自己信息的字帖通通拿走，还将手机里的留言逐个删除。然而，就当他要离开时，刚好碰到了下班回家的金姐。教授灵机一动，拿出一束刚摘的野花。金姐看到，还以为是他给自己的惊喜，当即送给他一个大号的拥抱。可就在吃饭时，他们通过闲聊，金姐从教授的言语中得到启发：既然劫匪能策划这么大的抢劫案，必然会有一个窝点供他们训练，而这个窝点很有可能就在药店附近。于是他立即联系手下，搜查那家药店方圆100公里内的所有待猎场的庄园。他很聪明，但面对已成人精的教授而言，还是太天真了。当警方找到他们训练的基地，教授立刻拉着金姐赶到现场。基地里摆满了酒和食物，还有他们要作案的各种计划。殊不知这都是教授故意透露给他们的，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，光指纹就至少有上百个人的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转移警方的视线，给小队印钞票争取足够的时间。可由于他长时间未和队员联系，印钞小队以为教授已经被捕入狱，很快内部便产生纠纷。东京一派想要就此收手，拿着钱从挖好的地道离开这里。柏林一派则是要坚守阵地，这让东京感觉到他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大家，于是叫上里约将他绑了起来，问他教授到底还有什么计划。柏林不肯说，眼看东京就要动手，
好在内罗毕及时将他拦住，本以为事情就此打住，不料事后他却遭到柏林的报复。他将东京五花大绑到推车上，然后打开印钞厂大门，竟然一把将推车推了出去。好家伙，免费送上门的美女劫匪，警方简直不要太爽。里约看到东京被捕，彻底站到了小队的对立面。他告诉人质 Dormís a gusto pensando en vuestro millón de euros. Pues seguid soñando, porque nadie os lo va a dar. Es mentira. Igual que nadie ha liberado a ninguno de vuestros compañeros, los que eligieron salir en vez de millón, no. Están encerrados 2 plantas por debajo de vosotros, encadenados a una tubería. Era una estrategia para manteneros mansos como borregos, trabajando para nosotros, pero sonrientes, porque aquí hay que estar siempre sonrientes. 柏林勃然大怒，他竟然敢将小队的秘密公布于众，当即便派大胡子将他带到隐秘处。然而就在他要处决里约时，内罗毕再次将他拦住。可柏林心意已决，今天他必须处理掉里约，双方谁也不肯让步。关键时刻，教授终于赶了回来，看到监控里的一幕，连忙给他们打去电话，局面也终于得到缓解。可柏林还没说上2句，就被内罗毕一棒打晕，夺取了印钞厂的控制权。与此同时，里约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这次他竟然站到了人质这边，打算帮他们搞到真枪，趁机反水。也正是这次决定，小队险些被他带到覆灭的边缘。警方这边，金姐为了把教授引出来，她让媒体放出假新闻，告诉所有人他的副手已经苏醒，然后在医院布下天罗地网，只要教授一出现，保证让他插翅难飞。这边教授看着电视上的报道，他知道这很有可能是警方引自己出来的手段，可就算明知道是陷阱，他也得去，因为他赌不起，一旦副手真的苏醒，自己的身份就会随之曝光。那时他将满盘皆输，为了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教授决定以身犯险去医院一探究竟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他给小丑俱乐部打去电话，告诉他们医院里有位为你而出。警方被这突发情况搞得焦头烂额。就在这时，教授假扮小丑走了进来，但你以为他会直接走进病房灭口吗？答案是不可能的。他将手里的玩偶交给一个小孩，作为报酬，孩子答应他去病房走一圈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里面的护工和病人都是假扮的。警方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而这一切都被教授看在眼里。那只装有监控器的玩偶立下大功，原来他早就猜到这是警方设下的陷阱，但为了确定副手是否苏醒，他还是冒险走了一遭。金姐得知计划失败，心情烦闷的她想找教授喝咖啡，教授连忙擦拭脸上的妆容，两人在餐厅见了面。可由于时间太过匆忙，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当金姐看到挂在他胸前的一根橙色假发，表情瞬间大变，联想起之前所发生的一切，金姐脑海里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。她借口上厕所，然后打给值班的同事。Una pregunta. ¿De qué color era la peluca del payaso que habló con el niño del hospital? ¿Naranja? ¿Seguro?可怜的警方负责人竟然爱上了西班牙头号劫匪，这让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。一边是自己的信仰，一边是自己的爱人，这让他如何抉择？为了证实心中猜想，他让教授陪自己去个地方，可到了地方却把教授绑了起来。当他亲耳听到教授承认自己的身份，金姐整个世界都在崩塌。他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人，可这个男人却是个贼。教授表示这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唯独一个是在我意料之外，那就是我爱上你了。金姐不信，她取来测谎仪，结果经过测试，教授没有对她说一句谎言，包括那句我爱你。面对心上人的坦诚相对，即便他是自己要捉拿的头号要犯，金姐也不忍心对他下手。最终在他的眼皮子底下，教授成功脱身。果然热恋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。出来后，他连忙给队员打去电话，表示自己已经想到办法救东京了。柏林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里约，这下轮到他傻眼了，因为他已经策划人质开始跑路。他连忙跑下楼，可似乎已经为时已晚。厂长正挟持着丹佛一步步走向大门，这下麻烦了。教授给他们立下的规矩是不能杀人，现在这种情况又该如何是好？关键时刻，卷发妹出手了，在场的人一脸蒙圈，人质竟然救了劫匪。更加讽刺的是，他肚子里的孩子还是厂长的，看来他是真的爱上了劫匪。这剧情反转的简直让人猝不及防。女人正被全副武装的警员送往监狱，可从她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慌张，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车横在了前往监狱的必经之路，车上下来一群神秘人，他们淡定地朝警车走去，还没等警员反应过来，所有车窗就被喷成了黑色，还贴上一枚定时炸弹。未知的事物最让人恐惧，警员们看不清外面的情况，眼看着时间越来越近，他们连忙打开车门卧倒在地，可众人却迟迟没有听到爆炸。原来这都是劫匪的计谋。就这样，劫匪未开一枪就控制了现场，警员只能认栽，打开后备箱。双方只是对峙了几秒，拿着死工资的警员就果断放弃了抵抗。出来后，他们给东京换了一身行头，然后给了他一台手机，让他打给教授等待下一步指示。可当他离开后，却怎么也打不通教授的电话。现在警方已经封锁了所有出路，为了不再次落网，他只能铤而走险。俗话说，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。于是用手机联系到里约，让他打开印钞厂大门，接着一脚油门闯了进去。警方察觉到异常，下令射击，里约则及时打开大门开枪掩护。在队友的掩护下，东京成功回到印钞厂。
可一名队友却为了保护他身中数枪，他十分内疚，自己明明可以在外面等待教授回话，结果却因为一时冲动害死了队友。经过几番挫折，劫匪内部终于团结了起来，他们不再内讧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教授突然给他们打来电话，他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并让队员全部撤出印钞厂。可此时地道还没挖通，当务之急是打通这里和教授接头。为了尽快实施撤离计划，教授找来塞族人从外面挖，柏林等人则从里面挖。在他们双向奔赴下，终于在进入印钞厂的第5天后打开了通道。此时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125个小时。教授和队员终于相见，他策划了20年的棋局也终于要得以实现。很快众人开始搬运钞票，准备离开这里。警方这边为了尽快结束这场世纪劫案，他们得到上级授权，允许强制进场。随着一声爆炸，东京瞬间被掀飞数米开外，大批特警从炸开的缺口涌了进来。里约连忙拽上东京，一边掩护一边撤退，双方展开激烈交火。面对警方猛烈的进攻，两人被逼到了角落。好在丹佛和卷发妹及时赶到，从人质变成劫匪的卷发妹异常凶猛，最终在他们的火力压制下，几人成功逃离了这里。但此地不宜久留，为了尽量拖延警方的时间，劫匪让所有人质戴上面具分散站位。当特警进来后，疏散人质又耽搁了他们一点时间。没有了后顾之忧，警方立即启动预案，对印钞厂里的劫匪围追堵截。可当他们走进地下室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望无际的炸药。虽然拆除不是问题，但等他们拆完所有炸药，黄瓜菜都凉了。另一队通过热成像检测到地下管道有人员活动，人数也对得上。然而等到对方打开门，竟然又是一小队人质，而这一切都是劫匪拖延时间的手段。人质告诉他们，劫匪真正的逃生通道在3号金库里。警方得知后立即展开行动。与此同时，劫匪已经搬完最后一箱钞票，可柏林却打算留下来断后，因为自己已经时日无多。为了队员安全撤离，他决定牺牲自己。只是可怜跟了他一场的女人质，还以为最后能大发善心给他一笔钱离开，没想到这厮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念头，还让自己给他换弹夹。就这样，一挺重机枪硬生生挡住了特警前进的道路。当特警再次冲上来，柏林用生命为队员争取了最后一点时间。他做了一辈子混蛋，但今天他要像个男人一样死去。教授得知柏林出事，哭得就像个孩子，因为两人在很久之前就是兄弟。不过现在还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教授含泪炸断隧道，阻止了警方的进攻。很快，警方就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了教授的藏身之处，可现场早已空无一人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教授早已安排好了一切。他利用卡车掩护运走10亿欧元，和警方刚好擦肩而过。出来后，众人乔装打扮分头撤离，所有人都喜笑颜开，因为现在他们每个人都至少身价上亿。时间一晃过去了1年，这场世纪劫案却始终没有头绪，所有劫匪就像人间消失了一样。金姐也因为这起案件被开除公职，只是偶尔她也会想起和教授的美好爱情。然而当她翻看教授送给自己的明信片时，意外发现4张卡片拼起来竟是一个地址。金姐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她独自一人来到异国他乡，可走着走着手机却没电了。她找了个店员想借个充电宝，但无奈语言不通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男人说话了。又是两人最初见面的方式。原来教授离开后便在这里一直等待，他坚信终有一天金姐会发现明信片上的秘密。印钞厂的劫案虽然结束，但教授和同伴的故事还在继续。从没见过效率这么高的劫匪，他们刚从印钞厂亲自动手印了10亿欧元，转身又要去国家银行抢90吨黄金，有着神仙一样的生活他们不过，却只为了寻找刺激，活在当下。这就是备受影迷青睐的高分喜剧《纸钞屋》，每季评分高达9.0，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类喜剧天花板。自从上次成功脱身印钞厂，教授便给每名队员分了1亿多的现金，从此过上了财富自由的生活。2年来，警方一直在追捕他们的踪迹，可印钞小队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江湖上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传说。队员们隐居到各自喜欢的国家，最潇洒的当属里约和东京。两人买下一座小岛，过上了神仙一样的生活。可随着时间流逝，东京再也按耐不住体内的躁动，他不能忍受这样枯燥乏味的生活，于是便提出自己想要去城里的想法。临走时，东京跟岛上的邻居们告了别，里约给他拿了一部卫星电话，让他每隔3天给自己报平安。殊不知，也正是这部电话给他们惹来无尽的祸端。回到城里，东京彻底放飞自我，和岛上的平静相比，他更喜欢这种狂野自由的感觉。然而就在3天后，东京给里约打去电话，可他们却不知道，卖卫星电话的商家早就被警方控制。在两人接通电话的一瞬间，他们的坐标就被警方掌握。里约还在和女友甜蜜通话，却突然发现海面上出现巡逻艇。
可在这孤岛上，想要逃脱警方的追捕谈何容易？很快，里约就被当场逮捕，东京则一路逃亡，最终还是借了狗的光逃出升天。但警方的追捕还在继续，他逃到一处暂时安全的地方，想起教授曾跟他们说过的话：如果遇到紧急情况，就拨打承运人的电话。这也是教授为队员留下的后手，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安全地把你送到我面前。很快，在承运人的带领下，东京来到泰国的一处寺庙。时隔2年，他终于再次见到教授，还在这里见到了上一季的死对头金杰。原来金杰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情感，最终选择和教授隐退江湖。上一季的警方负责人，在这季却成了小队的老板娘。不知情的东京差点就要动手了，好在教授将他及时拦住。随后，东京说出自己的目的，他想让教授帮忙救出里约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们连里约在哪都不知道，想要救人难如登天。但为了救回队员，教授再次将小队召集过来。这帮傻小子还以为是叫他们来度假的，然而当教授说出真实目的，众人当即就不干了。丹佛表示自己拖家带口过来玩，可不是来陪他玩命的。教授早就知道这帮小子会有怨言，毕竟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亿万富豪。于是他再次施展自己的老本行，通过一顿鬼迷日眼的沟通，将队员通通洗了脑。众人当即便决定救出里约，重铸小队昔日荣光。虽然不知道他被关在何处，但这都不重要，因为教授已经计划好再来一次抢劫，逼着警方交出里约。而这一票他们玩得更大，目标竟是储存在国家银行的90吨黄金，这也算是圆了柏林生前的梦想。原来当初他们本来就计划抢黄金，可教授觉得太冒险，才降低标准抢劫了印钞厂。现在为了里约也为了柏林，教授决定重启这个疯狂的计划。他们一路来到一处废弃城堡，找到了柏林曾经的兄弟马丁，并请他担任此次任务的队长，人员已经配备齐全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，他们要如何进入戒备森严的国家银行？教授直接给出了答案。很快，一架飞艇来到城市上空，上面的图案正是小队的标志。时隔多年，印钞小队再次重现江湖。下一秒，上亿的欧元通过飞艇飘落空中，所有人都停下脚步开始抢钱。而出手如此阔绰的正是印钞小队，但他们可不是慈善家。小队如此高调地宣布回归，只是为了制造混乱，然后趁机夺取国家银行里的90吨黄金。正在洗牙的警长接到电话，连忙打开窗帘，只见数架飞艇盘旋在城市上空。警长一看便知道这是当年的劫匪搞的鬼。事实也正如他所料，教授根据程序设定，控制飞艇飞向特定的坐标，到达坐标后才会打开舱门，然后飞艇会在坐标附近盘旋飞行，每隔40秒就会投下钞票，时间持续50分钟。随后他们黑进所有街头大屏幕，在人们的注视下，教授摘下面具露出真容。他表示警方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，直接在国外逮捕了我的同伴，到现在已经被捕2个月了。警方没有发起任何法律程序，也没有申请引渡，就这么无限期的把他关押在某个角落，这难道就是他们口中的正义吗？教授要求立刻结束非法监禁，将公道还给我的同伴，并表示自己此次会以暴制暴。通过一顿鬼迷日眼的演讲，他竟然将抢劫演化成了正义的一方。警长听到后勃然大怒，劫匪敢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搞事情，他立刻申请调派军队保护这座城市里所有政府机构。殊不知金杰已经配合教授黑进了他们的通讯设备，监听着警方的一举一动。得知被派来保护银行的是伞兵旅，教授立刻让队员伪装成伞兵旅的士兵，然后赶在对方到达之前率先进入国家银行。可国民警卫队的队长以保卫银行为己任，他还没接到交接的命令，于是拿起对讲机请示上级。金姐看到后立即侵入对讲系统，将警卫队的通话进行拦截，再由教授伪装领导回复消息。Toda la defensa del interior del Banco de España y su perímetro quedan al cargo del ejército. Así que ya me está coordinando todo. Sobre las órdenes del capitán Garrido hasta que llegue el coronel. ¿Estamos? A sus órdenes, mi teniente coronel. 就这样，马丁等人明目张胆地进入银行内部，还命令警卫队将平民推到马路对面。在催泪瓦斯的作用下，现场乱作一团。劫匪则趁机在门口安装炸弹。确定大门附近没人后，马丁按下引爆键。抢劫行动正式开始。这是世界上最难攻破的金库，它位于地下48米，还连接了2条大河。在45公里加厚地下管道的保护下，一旦有人破坏金库大门，整个银行就会在20分钟内被河水灌满。所以即便是看到金子也无济于事，因为劫匪会在第一时间被洪水冲走。想要在这种环境下偷金子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然而这帮劫匪还真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们用飞艇在银行附近撒下1亿欧元制造混乱，接着假装军队入驻银行，让守卫放松警惕，再制造一起爆炸引发警报。安保人员以为遭遇袭击，立刻帮劫匪封锁了所有大门。而这个银行一旦启动红色警报，便会变成无坚不摧的堡垒，他们就能安心去金库实施行动。就这样，劫匪瞬间就掌控了局面。队长马丁向人质宣布2条消息。La mala es que el Banco de España está sufriendo un ataque. Y la buena es que los atacantes somos nosotros, muchachos.
人质们想逃，却根本逃不出这个已经变成保险箱的银行。接下来就到了计划的第2阶段，东京和内罗毕要抓取一个关键人物，那就是银行行长。他身边有5个私人保镖守护。东京假扮中尉要带行长离开，不料对方坚持要待在办公室，两人无奈只能强行将他掳走。可就在上电梯的一瞬间，行长突然挣脱束缚，没有了后顾之忧，5名保镖开始疯狂射击，人数上的劣势让他们很快被包围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队友及时赶到，虽然替他们解了围，但队长马丁也因此伤了眼睛。好在并不碍事，他们将行长和保镖绑了起来。接下来就是整个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那就是在地下48米的金库偷金子。他们找来技术最好的几名焊工，在最短的时间熔开了金库大门。此时金库已经灌入河水，劫匪立刻将减压舱放到缺口，然后再由焊工里外焊接，将减压舱密不透风地焊在金库大门上。最终在水位淹没金库的最后一刻，4名大师级焊工终于完成了工作，河水也不再涌入。内罗毕通过减压舱进入金库，整整90吨的黄金映入眼帘。与此同时，情报局的人赶到案发现场，他发现劫匪的车上有伞兵旅的标志，这才晓得他们的通讯已经被劫匪监听，于是立刻让所有人交出手机，这让教授再也无法监听警方的一举一动。他不知道警方会何时展开行动，于是主动给上校打去电话。为了不被追踪信号，他将电话打给1名队员，然后队员将2个老师手机一对，再放进箱子，接着让队员在大街上一路骑行，这样就能摆脱警方的定位。可上校根本不跟他废话，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他知道教授不会伤害人质，于是向他发出最后通牒。Coja su caretita, la ametralladora Browning y prepárese, porque se va a abrir el cielo sobre su cabeza. 看来这个上校也是一名好战分子。面对警方的强硬手段，教授直接祭出一件大杀器，震惊了警界和政界所有高层。看到他手里的东西，上校立刻下令停止进攻。一时间，所有内政部高层都待不住了，他们迅速赶到指挥部。原来箱子里装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事情，各种高官的丑闻，还有内政部阴暗的一面，都是不能被曝光的信息。一旦被外界得知，他们所有人都要被世界谴责。为了尽快摆脱这场危机，警方叫来一位顶级谈判专家，同行的还有被捕的劫匪李月，但他并不着急和劫匪谈判，而是直接拨通了教授的电话。他十分了解曾经的同事金姐，于是通过一顿鬼迷日眼的忽悠，让金姐和教授发生争执。接下来便是应对劫匪手中不能见光的文件。在来的路上，专家就想出了对策，既然所有人都想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，那就索性泄露出去一部分丑闻，再拿出证据证明信息是假的，这样等劫匪泄露真的消息时，就不会再有人相信了。教授知道自己损失了一张王牌，连忙让队员加快进程，可警方的行动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快。此时警方正往通风管道灌入麻醉气体，等到药效发作，全副武装的特警迅速进场，然而他们却没看到一个劫匪的影子，满地都是和劫匪穿着一样的人质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突然遭到猛烈攻击。面对强大的火力，特警小队被迫躲进一个房间，突然周围被耀眼的红线包围，原来这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炸药牢房，一旦触碰红线便会粉身碎骨。劫匪将5名特警的视频发给警方，并表示再加上40名人质交换李月。为了保住颜面，警方同意了这个要求。就这样，他们终于救出了李月，没有了后顾之忧。接下来就是计划的最后一步，劫匪小队将带着90吨黄金离开这里，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。可好景不长，另一边在外面指挥的教授刚好被警方的无人机发现，他们一路逃亡，却始终无法摆脱追踪。情急之下，驶进一片树林徒步前进。他让金姐上树，自己却吸引警方的注意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金姐压根就不会爬树，眼看警方就要追上来，无奈他只能跑进一处木屋躲避。此时警方大部队已经到场，教授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，他告诉队员开始执行阿尔卡特拉斯计划。队长马丁知道大事不妙，因为这是最高紧急预案。随后他们取出李约体内的 GPS 和监听器，原来几人早就猜到警方能这么痛快放他回来，必定是做了手脚。大胡子将监听器放进容器里，然后假装用机器挖洞，做出一副想要逃跑的样子。警方这边直接乱作一团，上校连忙让手下追踪定位器，而劫匪则将定位器放到新成员索菲亚的身上，再将它放进管道里。当上校看到目标在地下不断移动，立刻召集所有警力围追堵截。教授暂时解除了危机，这一招围魏救赵简直无情。当全副武装的特警找到定位器时，全都傻了眼。上校得知自己被耍大发雷霆，当即便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们将内罗毕的儿子带到现场，内罗毕站在窗前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狙击手抓住机会，一枪将他放倒。然而就在他们手忙脚乱救人之际，警方再次发起强攻，劫匪小队形势危在旦夕。与此同时，教授这边再次遇到麻烦，原来警方对他们发布了1000万的悬赏令。金姐被这里的住户发现，她表示自己可以给他们1500万。夫妇俩犹豫再三，觉得还是警方靠谱，当即就把他交了出去。警员问他教授的下落，可金姐死活不说，不料对方上去就是一枪。教授听到枪声当场崩溃，他并不知道这都是警方的计策。此时队长马丁打来电话，他表示银行马上就要被攻破了。教授只给他说了一句 Esto ya no es un atraco, ni un impulso al sistema. Esto es una guerra. Señor,
Fue un honor estar bajo sus órdenes. 所有人立即进入战斗状态，愤怒的东京直接扛上火箭筒，